如果你能看到这个视频，说明的雪地生存已经结束了，而且结果大概率还不错，所以会有这么个幕后来和你分享一下。我们团队花了很多心思来确保这个直播能够稳定运行，因为你想，有几十个机位，2公里的传输距离，零下30度的气温，怎么能确保他们都不出故障？这是一个庞大的制片项目，有上百人参与其中，所以我觉得还是有挺多的技术细节能和你分享一下的。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一个雪地直播100小时的背后是什么样的。起！再走，对啊，哇，等等，不太对。那首先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项目？那当然就是2点：第一，我们会有商业合作的机会；第二，是我们未来真的想做1000小时或者更离谱的这种类型的直播，因为我觉得行业里面几乎没有人做过这种超长多机位的这种轮转式的直播，是一种很强的陪伴感。因为我发现确实有一部分人可能不是这么喜欢这种长时间直播，但是有非常大的一部分人，他们非常喜欢这种陪伴感，就是随时来，随时在，看看我们做的怎么样。我觉得这种进程还是挺有趣的，所以我们希望这一次能够进一步来锻炼我们整个团队，直到我们未来一步一步走向1000小时的这个挑战。那这一次我们遇到的难点主要有3个：极寒、传输还有制片，这是3个非常大的坑，我们会和你来拆解一下幕后的故事。虽然我们大部分方案延续了我们之前的荒岛的直播，听起来应该挺容易的，移植一下就行。但是第一个问题，极寒就把我们给送走了。我们把场地搬到了零下30度的吉林，我们发现南方人对零下30度的概念真的是太欠缺了。就是我们到了那个地方，发现所有的设备直接就黑了，根本开不了机，所有的线缆都会冻得和钢筋一样，真的相当之离谱。所以为了在杭州先准备好，再把东西运过去，我们在杭州搭了一个模拟环境，买了一个很大的能够达到零下40度左右的冰箱，再把所有的设备全部都扔进去，来确保可靠。那我们也拿了一些民用的相机来向你呈现一下零下30度、40度是什么概念。那你会看到，大部分的相机只能够开机40分钟，然后就全部关机了。坚持的最久的是索尼 ZV-E1，也没有超过1个小时就完全冻透了。所以这样的制作，我们就发现消费级的设备基本上就不用想了，实在是省不了钱。然后特别是有电池的设备，也根本都顶不住。也正是因此，这一次我们的预算仍然还是花了非常多。如果你要问多少的话，答案就是在100往上，300往下。哪怕我们有了现成的设备，还是花掉了这些预算，因为极寒真的很花钱。但是令人惊喜的就是我们之前在荒岛用的设备啊，那个海康威视的监控还有 Zcam， 他们都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给坚持下来了，因为他们里面没有电池，直接通过一根线叫做 PoE 供电，用这根网线来供电。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当初我们公司为 Zcam 做了这么一个长得像监控的这么一个盒子，但是里面装的是高画质的摄影机。那这一次我们做了一些改动，因为相机在这样的冰雪环境之下需要的不是以前的散热，而是加热，所以我们把最前面的保护玻璃换成了一个加热的玻璃，这样能够融掉镜头上的积雪，所以算是一举两得。那值得一提就是我们给各种设备都准备了额外的保温措施，也为现场的充电箱加了一层保温的东西。我手上的移动机位 iPhone 也贴了暖宝宝，去延长使用时间。但是比较搞笑的一点就来了，就是我们一开始觉得 iPhone 肯定是会当机，无论如何得换暖宝宝，后来越换越麻烦，干脆就想着不换了，直接就把暖宝宝给扔了。结果我们发现 iPhone 居然不加热也能够正常运转，而且100个小时的测试一点问题都没有。那么好，设备解决了，但是我们这次发现人反而是极寒环境之下更为严峻的问题。在雪地里面，你待1个小时是撑得住的，但是零下30度待10个小时，在夜晚，你身体里面的温度都会被抽走。所以说，我们请我们产品团队缝制了一件比较特殊的衣服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我生存时候穿的那一件。你可以看到它里面是一种类似于急救毯的材质，然后保温的材质呢，我没有选择羽绒，而是用了一种3M 的科技棉，因为我们发现户外衣服湿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羽绒会失去大部分的保温能力，但是科技棉在潮湿状态下还是有一定的保温效果，所以比较适合我们这次100小时的这么一个拍摄的挑战。那当然，我们现在穿的这个衣服，你会想问卖不卖啊？那答案就是目前成本还比较高，我们也没有完全定义下来这个衣服的形态。如果你想要的话，也许我们可以在2026年的年底冬季的时候把它给生产出来。
如果你想要的话。反正总的来说，雪地真的非常的冷。我想说的就是，在节目里你看，我还很多时候坐着不动，真的不是我不想动，就是我发现在零下30度，你体能的消耗速度是正常的好几倍，就是动了几下，你体能就感觉已经耗尽了，所以会出现了脱力、没有力量的情况。如果没有 Lynx 还有救援团队，还有各种物资送达的话，我打心底里说，我觉得第一晚我应该就过不去了，可能就会成为别人视频里的素材。所以一定要有敬畏之心，户外真的不是开玩笑的。那包括我们同事在前期做搭建的时候，要克服这样的低温去架设机位、铺设线缆，也非常的辛苦。但是好在奥迪对本次的雪地生存项目非常感兴趣，他为我们提供了奥迪 E5 Sportback 作为后援保障车，真的非常有用。在前期搭建中，我们把车开到了离雪地最近的路边，那作为移动回温车，我们工作人员可以随时回到车上。凭借奥迪 E5 Sportback 温暖静谧的舒适座舱，结合座椅加热、独立空调快速回温，在直播开始后，大家还可以通过59英寸奥迪超感广域屏打开直播来观看我的状况，从而在更好的休息的同时，还能及时响应雪地里面我的需求。那么好，我们讲完了极寒这个非常难的挑战之后，我们到了下一个天坑——传输。首先，我想先给你看看我当时的生存环境是这样的，在这个位置，而我们的导播中心是这样的，两者之间间隔了1.3公里，全部都是雪地，所以要实现这样一场直播，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传输，我们要传输电力、信号，还有对应的物资。首先最基础的就是电力，这是我们所有东西的刚需。但是我们在早期勘察中就发现，制作地离县城很远，供电电压是不稳定的，所以我们拉了2台50千伏安的发电机到了导播中心。那其实1台的功率也够了，准备2台就是怕这样的极寒环境之下会出现故障。那事实上也确实出现了故障。我决定用这个大的先试试。大家先不要紧张，我这个可能是跳闸了。还好有2台，保证我们直播没有断掉。那除此之外，我们直播设备所有的机柜也都有 UPS， 再来做一层防护。什么是 UPS？ 就是一个临时用一下的充电宝。假如跳闸了的话，它可以先保证设备运转一段时间，再关机。所以即便发电机失效了，没有来得及切换备份，我们整个系统也不会直接就掉线。那解决完电力，我们就要往上搭一层，就是我们的信号。现场的40台机位的音视频信号全部都要能够回到我们的导播中心。那怎么回来呢？我们先来讲音频，因为我一直认为音频在真人秀直播里面真的比画面更重要。那么测试了我们荒岛用的那个球形项链方案，但是发现冬天这种印制厚的衣服，这个球壳会有摩擦的噪音，所以我们用回了传统的防风毛衣。但是我们在自己设计的外套里面做了这么一个口袋，可以把接收机放在这个口袋里面，也可以固定麦克风。那胸口的麦克风我们用的是舒尔的 DL4 麦克风。那传统麦克风用的都是振膜，在极端的低温或者潮湿环境之下都会不稳定。但是 DL4 这个麦克风它非常特别，它没有用振膜，它是通过在芯片上面蚀刻出来的一个结构来收到对应的声音的，所以它可以抗噪、抗水、抗低温，在零下30度的声音也能够保持正常，并且收到的高频会少一些，不容易录到这种采血的嘎吱声。反正这是我们选它的理由。那么还在现场架设了多个这样的鲨鱼鳍天线，所以信号从我身上的这个包里面发射出来，然后飞到边上的鲨鱼鳍天线，接收到之后再传输回我们现场的机柜，最终送达到我们的导播中心。音频是这样走的，那视频反而会更简单一点，因为本质上我们都是插了网线来执行的。那和上次不太一样的是，我们这次还增加了3台 Zcam 的 PRR1 相机。那虽然它的传感器很小，只有1.1英寸，和手机都差不多大小，但是它集成了变焦镜头，还有个云台，所以可以远程控制构图，从36毫米到648毫米都能够容纳进去，而且画质还有整体的色彩看起来也会更有质感一点。像这样的画面都是通过这台相机抓到的。反正这是我们新尝试的一些东西。那还有一点明显改进的就是我们这次移动机位从我们的 Action 换成了 iPhone 17 Pro。那从我开始挑战走进雪地的这个过程，用的就是 iPhone 配合我们自己开发的手机壳，我们的 Snap 滤镜系统就能够保证正常的曝光还有运动模糊。我在雪地生存搭建了雪洞和帐篷之后，可以很快速再架设3到4个机位。那我们也准备了背带，可以把 iPhone 架设到身上，这样可以非常有临场感，而且不需要接什么东西。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好奇过一点，就是为什么 Tim 你把手机只要一拿起来，没有接图传或者别的线缆，但是这个 iPhone 的信号就是能够出现在导播间？这是怎么做到的？而且画质是 4K 50帧。那答案就是我们只是用了 5G 网络，就是标准的 5G 网络。但是重点在于我们用了比较专业的一个 IP 化的解决方案， iPhone 里面运行的一个 App
我想可能比较小众，叫做 TVU Anywhere 这么一个软件，我也推荐你，假如你要做这种直播的话，因为它和别的相机软件不一样。简单来说，它把 iPhone 变成了一台更专业的一体化的专业直播机。它能做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通过 NTP 网络来给 iPhone 授时间。别听这个东西很小，但是时间很重要。只有时间保持一致了 ，iPhone 才能和别的专业摄影机机位来保持更高的同步性。不然的话，音画不同步，各种切换出现故障是非常常见的状态。那么这在生存现场总共架设了28个机位，加上各种的音频还有控制信号，这些信号汇总到生存现场的机柜之后，要怎么再传回来呢？其实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一下，解法就是网络化，就是和你现在看到我们的视频本质上逻辑是一样的。我们只是用了一个叫做 ST2110的一个标准，然后再把监控各种东西全部都通过一根48星的一个光纤传到我们的总的营地，这样传输的密度和灵活性都要好很多。那并且这样的光缆我们总共铺设了2路，走了2条不同的路线，为了就是避免意外，因为我们确实在测试过程中也遇到了比较恐怖的情况，就是我们的主光缆不知道怎么被人弄断了，所以这样的野外作业情况真的很复杂，做好备份是特别核心的一点。不知道讲完信号输送的部分，你是不是已经听得一头雾水了，觉得要睡觉了？我们本来以为信号确实是最难的部分，技术涉及的很多，但等我们到现场才发现，最难的真的不是信号，而是物资的运送。你怎么把物资给运上山，然后送进雪地，然后最后能够砸在我的面前，让我来做任务呢？其实还是挺难的。从最近的县城到达我们生存的现场有50多公里，开车要1个小时以上，并且山路常年结冰，有大量路段没有照明。而奥迪 E5 Sportback 是执行运输的关键装备，其强大的 Quattro 智能4驱与后轮转向技术，配合285毫米的胎宽，能够进一步提高行驶安全性和稳定性。E5还搭载了临摹 LED 矩阵式大灯，精准照亮夜晚的山路，并且在这样的极寒条件之下，E5的耐低温电池也非常的可靠。超长续航与极速补能也彻底消除了团队在连续奔波中的里程焦虑，保障每一次运输任务都能够安全抵达。那解决了山下到山上的问题，那物资怎么直接投送呢？那这一次我们采用的你也看到了，就是大疆的运载无人机。我们之前节目里面也介绍过，这次我们采用的是一个比较重型的方案，叫做 Flycart 100，它有80公斤的运载能力，而且不仅仅是运载，还有空调系统，所以可以控制绳索的收缩，包括运载挂钩的开合，所以是完美匹配我们需求的。所以这个设备看起来非常的威风啊，但是我们实际测试发现它满电只能飞10分钟，你没有听错，就是只能飞10分钟，所以基本上2个来回就要充电了。但是好在它电池也只要10分钟就能充满，所以我们准备了多组电池，最终实现了基本上不停机，能够非常高频率的向内投送物资。反正没有这个设备，这个项目应该是做不下来的。那讲完了极寒还有传输，现在我们可以来讲讲最后一个点了，制片。这里面的门道稍微有点多。首先，制片是一个笼统的称呼，往往我们有总制片，还有各种负责后期的制片，还有负责生活的制片，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工作。那我们先从总制片开始，比如易军是我们这个项目的总制片，他要复杂的事情非常之复杂，无论是客户、商务还是现场、政府关系，什么都得来维护。那我们单讲一个平台的点吧，比如各个平台他们的需求就是不一样的。你看到我们直播的画面可能仅仅是一个，但是背后我们真正推出去的流至少有6条。那首先为了适应不同平台的特性，让大家能看得更舒服一点，我们准备了横屏和竖屏2个不同的包装版本，这都是独立的流。然后你会看到每个版本上有2个独立开窗，因为这次现场的机位太多了，有40多个，所以我们准备了40路的一个导播台，还是不够用，又加了2个额外导播台来上包装，这样才实现了横竖屏同播。那此外你会看到直播的画面上不仅仅有画面，还会有现场的风速、温度，还有我的心率这些信息，因为这是导演觉得比较需要的。所以制片人又开始头疼了，得到处拉通关系。我们公司的软件部门和媒体技术部门又被制片给咔一下全部挖到了一起来研究方案。因为这次我们采集的东西比较奇怪，和正常不太一样，所以我们抛弃了传统广电复杂的数据库方案，转而用了一种更轻量化的解法，就是全链路都外部化。那首先，媒体技术部在生存现场的机柜放了一个气象站，可以抓取气候信息。那么软件组给 Apple Watch Ultra 开发了一个雪地生存的软件，能够获取我的心率。那他们会把数据实时上传到一个接口，然后导播软件呢，再通过一个网页协议，就像是看一个网页一样，不断的请求这个接口，就能把数据给拉进来。这样的话，最终就会呈现在屏幕之上，包括大家弹幕里的投票结果，每一个都是实时生成的透明动态网页，能够直接叠到画面上面，非常的迅捷。
那可以说，基于网络去作为开发，是我们目前摸索出来比较灵活，能够适应各种数据形式和传感器的方案。以后在我们直播里面，你应该能看到更多这样的数据，但是得分清楚啊。我觉得这次我们的 UI 做的稍微有点问题，一直画了一个爱心在那边，然后显示心跳，导致他们把这个理解成了我对各个嘉宾的好感度啊。比如 Links 是126，何同学是多少？不是，这就是我的心率，我的心率非常正常，我不会看到我的朋友心率变化的，这不可能。现在举的例子只是制片人诚挚的这么一小块东西，他做的一切就是为了保证真正直播的时候确实没有人，但是一旦出现情况，人会立刻能够冒出来。比如说生存区域之外就会有个2号营地，这里有的弱电机柜还有生存专家，在外围还有救护车也会待命。那么也针对直播的信号、电力、物资做好了各种的应急预案，来规定好负责人还有处理链路。这一次我们发现，除了人会突袭，还有东西有可能突袭，因为长白山现在自然环境好了很多，已经有东北虎开始出没了，所以我们的制片甚至做了一个东北虎出没的预案，就是如果我真的遇到了东北虎，我就连续大喊讲究与幽默，就是正常我喊1句就够了，但是遇到东北虎我得讲究幽默，讲究幽默，讲究幽默，讲究幽默。什么？你问后续方案吗？他们只和我说喊就好了，后续方案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这次直播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一点是赛制，也就是神笔马良这个中国人家喻户晓的这么一个设定，我觉得非常非常独特。很多朋友问我们这次生存有没有剧本，答案就是真的不可能有剧本，导演只会设定一些游戏和挑战，但是我们会做什么他也不知道，只能够随机应变。所以嘉宾和我画什么 AI 识别成什么，节目组是根本没法预知的。那这时候大家会问，我们到底怎么把画里面的东西给变出来的呢？那答案就是我们总制片手下有很多分制片，在各个地方待命， AI 一给出选项，团队立刻就判断哪里能够买到，然后去联系关系，然后从现场购买后再驾驶义务上山送达，再配合驻地待命的厨师或者道具团队来满足画出来的各种奇怪的物品。那反正以前神笔马良听起来是有点天方夜谭的，但是 AI 的出现我觉得改变的还是挺多的。它作为了一个客观的裁判，加上各位的投票，会让神话有了一个落地的可能。反正我不知道你觉得赛制将来可以怎么优化，如果有更多人会不会更有意思，或许你也可以出出主意，或许我们将来可以再来做一次，但不能是雪地了，我比较怕雪地。最后再一次感谢奥迪 E5 Sportback， 让每一个与风雪赛跑的日夜，它的可靠与强大让不可能的任务得以实现。它不仅是一辆车，更是这份疯狂构想得以安全落地的坚实后盾。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希望能和你讲的比较全一点，我们幕后遇到的问题还有我们的解决方案。如果你喜欢的话，也请我们给我们点赞、3转发，这会非常大的帮助。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别把我抬了是吧？别把我抬了是吧？